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3月3日啊！今日咧繼續講下哪吒啦，趁下熱度啦。哪吒呢個電影咧已經咧打破歷史紀錄㗎，即係好多中國人咧以此為自豪啊，文化上邊嘅一個勝利喎，軟實力喎。咁我今日趁下熱度繼續講哪吒啦，即係哪吒到底係嚟自邊個國家嘅咧？哪吒到底係邊一個國家嘅信仰咧？呢個就可以講下啦，因為我哋都知道啦，我哋中國本土咧就係最初只係得薩滿文化嘅啫，薩滿教咁其實咧世界上好多嘅民族咧都係以薩滿為起始嘅。薩滿咧就係啲原始嘅崇拜拜山啊、拜鬼啊、拜天啊、拜石啊，乜都拜下嘅仲用一啲咧血腥嘅祭祀啊，咁呢個咧就係中國文化嘅起始。商人是鬼就周人是天商朝咧就係典型嘅薩滿文化，咁周朝咧就開始是天喎，儒家文化崛起。儒家文化咧就係講天人合一然後咧就係要祖先嘅崇拜，就嗰個迷信嘅程度咧就淡薄咗。咁但係咧喺民間咧，譬如話楚國咧、南方咧、越國呢個吳越楚人佢哋咧薩滿文化咧仍然好濃厚嘅，蜀國仍然都係咁樣嘅。所以三星堆咧嗰啲咧好可能係薩滿文化嘅起始嚟嘅。所以去到魏晉南北朝嗰個道教咧，其實咧就係吸收咗好多薩滿嘅文化，同埋先秦時期咧神仙道以及佛教咧係糅合而成噶嘛。道教文化其實係大家知道啦，即係去到呢個漢代咧，佛教就傳咗入中土喎。呢個浮屠道就係佛教啦，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嘅浮屠，浮屠者就佛陀也。佛陀嘅信仰咧就傳咗入嚟中國。道教咧亦都應運而生喎。因為咧本土嘅薩滿教咧，發覺咧喺佛教有咁完整嘅理論體系嘅情況底下咧，係徹底被打敗咯。因為佛教就好早已經發展咗啊嘛，喺公元前6世紀已經開始發展，而佛教再前身就係婆羅門教。婆羅門教咧亦都咧即係有悠久嘅歷史咯所以咧我哋知道有咁悠久歷史、咁完整理論體系嘅宗教入到嚟咧，原始信仰咧就徹底被打敗。咁所以咧，中國嗰啲原始信仰嗰啲宗教嗰啲巫師咧，就諗到個方法咯。我哋原本已經有神仙道啦，然後咧又有太上老君喎。太上老君其實係哲學家嚟噶嘛，係老子啊嘛，又有南華真人即係莊子啦，就咧借用咗呢個太上老君同埋呢個莊子嘅思想咧，就結合成為道教。原本有黃老道有神仙道，將佢 mix 一齊喎，真係犀利咁啊變成一個宗教。咁但係咧呢個宗教咧仍然好薄弱嘅啫喎，啲理論體系又冇乜神仙嘅喎，就大量借用咗佛教嘅神仙就變成咗佢。咁其實呢個故事都係咁樣噶啦佛教本身嘅興起咧就借用咗婆羅門教裏邊嘅神仙佛陀裏邊咧就係借用咗佢哋好多嘅神仙譬如話呢個嘅濕婆神呢個嘅毗濕奴變成黑天然後呢個嘅創世神咧就係呢個焚天又借用咗咁成為咗佢裏邊嘅宗教體系啊嘛。其實都係咁樣嘅，所有宗教咧都係咁樣演變而嚟。我之前咧亦都借用嗰啲學者嘅考證，為話呢個嘅佛教咧尤其係大乘佛教係咪似乎借用咗呢個嘅猶太教嘅信仰咧？猶太教裏邊咧有強調過呢個嘅呢個救世主嘅喎。咁彌勒佛嘅信仰係咪有借用咗咧？而咧呢個嘅猶太教咧，關於光明黑暗二元說、地獄天堂同埋天使呢個嘅或者係信差message 先知呢啲故事咧，就似乎同呢個所羅亞斯德教咧，而家即係相當部分嘅考古學者咧認為係有關係嘅，喺所羅亞斯德教咧借用而嚟喎。咁而再早期嘅就係泥板啦，大家知道啦，蘇美爾文明裏邊有大洪水嘅故事有泥土做人嘅故事又有呢個嘅蛇嘅故事創世嘅故事咁等等咧，就係似乎喺泥板裏邊咧5000幾年前已經有嘅。其他宗教咧又借用咗佢裏邊嘅故事，咁所以唔同嘅宗教都互相借用嘅。如果從呢個嘅考古學或者係歷史學嘅解釋，咁今日亦都係啦，講哪吒信仰。哪吒咧喺澳門咧有一個哪吒古廟啊嘛，喺華南地區咧好多人咧都拜哪吒嘅。我以前咧就喺道教學院學過道啦，我見過人哋玩個標童啦，係玩呢個嘅孫悟空上身嘅。我就話啦，如果孫悟空都可以上到身咧，笛子魔童都上到噶啦，因為孫悟空咧係小說嘅人物嚟噶嘛而《西遊記》小說嘅人物如果上到身，點解笛子魔童唔得啊？點解魔人布歐上唔到啊？廖三明創作個 IQ 博士都上到身嘅，照計咁所以咧呢個嘅哪吒亦都係咁嘅。哪吒好多人拜，
咁但係問題哪吒係小說嘅人物嚟嘅，我廿幾年前咧已經寫咗篇文章異議過哪吒噶啦。因為咧哪吒咧喺呢個嘅《封神演義》拍過電影啦，《封神榜》啊嘛，拍過呢個電視劇。當時咧我就寫過話，喂，陳浩民演嘅哪吒竟然係食番薯嘅，我就話番薯咧喺明清時期先傳入中國噶嘛，商朝嘅人啊係唔可能食番薯噶嘛，商朝嘅人食嘅咩咧？商朝嘅人咧食嘅都係啲粟啊，即係啲大豆啊，或者係啲所謂嘅粗糧啊，食呢啲嘢噶嘛，就唔係食米都唔會點食噶啦。呢個孔子嘅時期咧都話衣乎道食乎錦，於女安乎，於乳安乎，其實係即係去到孔子嘅時期，啲人都唔係食稻米，稻米係極少數嘅貴族先有機會食嘅。所以去到商朝時期，其實雀仔食乜嘢咧？商朝人係食乜嘢嘅？基本上係咁啊！我廿幾年前已經異議過，當時有一次咧搭火車喺紅磡上車去北京嘅，咁啊同一個車卡咧有一個 TVB 嘅監製姓戚嘅位咧，我同佢暢談咗一整晚啦，就話 TVB 嗰啲歷史劇集咧完全冇歷史常識噶嘛，咁佢都同我傾得好開心噶嚇。咁啊今日要講下哪吒，哪吒咧佢當然就唔係中國嘅神啦，唔係中國嘅偶像佢同埋好多嘅中國嘅神咧都係喺西方傳入嚟嘅。咁啊呢個大家知道，而家網上咧有人話咧，哪吒嘅形象啊係波斯喎，係波斯戰神啊魯扎伊喎，有啲新聞係咁報導即係踩住腳踏風火輪，咁到底係唔係咧？咁我有啲懷疑啊。咁我今日要學術啲去講，我睇到一篇文章，呢篇咧就係澳門大學嘅一位副教授叫楊斌嘅考證，就係哪吒嘅埃及來源啦。佢認為咧哪吒呢個嘅形象咧係嚟自埃及嘅。咁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一樣嘢，而家澳門咧好多人咧就拜哪吒，或者台灣啊華南地區都有人拜哪吒廟、哪吒古廟而哪吒咧最早係中國幾時出現咧？我哋咧知道啦，根據呢個學者嘅文章嘅考證。最早出現咧就應該喺魏晉南北朝，因為而家網上嘅文章咧就話喺唐朝出現嘅，呢個係錯嘅，應該係魏晉南北朝嘅時期出現咗。腳踏風火輪嘅哪吒即係去溪水度飲用消災解病咁呢啲嘅信仰咧，其實喺呢個梁朝魏晉南北朝有所謂嘅梁啊嘛，喺嗰個時期咧就已經傳入咗中國噶啦。喺佛典裏邊咧就係一個叫《佛所行讚》裏邊要記載嘅，記載咧就係毗沙門天王生那婆鳩坡，那婆鳩坡咧其實就係哪吒嘅譯名嘅梵文譯名。咁有啲書咧就譯做那婆鳩坡，有啲書咧叫那羅鳩缽羅。反正咧就係哪吒嘅原名嚟嘅。哪吒咧其實咧就係毗沙門天王嘅5個仔裏邊嘅第3仔，所以咧係沙門天王啊嘛，所以又叫做咧三太子。咁而咧道教咧就借用咗佢個故事，就改咗變成咗係托塔天王李靖嘅三子。咁但係我哋知道托塔天王李靖其實唐朝嘅人物嚟嘅，點會喺商朝出現呢？咁所以咧商朝就並冇任何考古同埋歷史文獻嘅證據證明有李靖呢個人物。而李靖咧歷史上所知嘅就應該係唐朝嘅人物。咁所以唐朝以後、唐宋以後咧，道教咧就拿用咗呢個佛教嘅形象，就係呢個那婆鳩坡就變成咗道教嘅神仙。其實好多都係咁樣嘅，即係佛教嘅故事都係咁樣發展嘅。佛教嘅故事咧就係根據呢個嘅婆羅門教發展而嚟噶嘛，就拿用咗就變成咗咧有焚天有毗濕奴有濕婆咁呢啲都係啲婆羅門嘅故事佛教就喺裏邊咧就借用咗呢個毗濕奴變成咗黑天有呢個嘅唔同變成咗唔同嘅佛唔同嘅天其實就喺婆羅門嘅發展移植咗入嚟噶嘛。我哋都知道呢個故事，咁所以咧哪吒個故事都係咁樣，係佛教嘅佛教嘅一個偶像嚟嘅而佛教講咧佢就係沙門天王嘅5仔裏邊嘅3仔咁所以咧。佢就開始傳入咗中土咯，而經過咧道教咧借用咗佢裏邊嘅故事咧，就衍生咗後來嘅《西遊記》，同埋衍生咗咧呢個嘅《封神演義》，去到明清時期就即係大行其道啦咁呢個搞清楚呢個故事啦。但係咧有一個問題咯，呢個嘅沙門天王譬如沙門天王嘅第3仔哪吒，咁咧喺中國嘅形象裏邊咧，喂佢有所謂嘅削骨還父。削肉為還母，咁有呢個故事喎。但係咧《西遊記》嘅版本就係咧佛祖釋迦牟尼咧就係同情佢，因為咧佢削骨還父、削肉為母不孝啊嘛生前，後來咧就闖禍，然後就將自己嘅骨肉
精血咧就還翻俾父母。但係咧啲人咧就同佢立咗個廟喎，而家佢個老豆咧李靖咧托塔天王咧仲好嬲佢，就打爛咗個廟啊！所以結果咧連呢個精魂都冇埋，連精魂都冇埋嘅時期咧，佛祖咧就係賜咗個蓮藕俾佢，佢以蓮為身，以荷葉為衣，就變成咗咧重生啦。即係蓮花重生個故事就入咗去裏邊咯。而呢個《西遊記》咧就係用佛教嘅故事去説明噶嘛，所以《西遊記》嗰個係賜翻個肉身俾佢咧就係佛祖，但係《封神演義》咧就係以道教嘅經典去改編嘅。《封神演義》咧就話太乙真人係道教咧嘅神仙咧俾翻個肉身佢喎，但係無論邊個俾都好啦。呢個涉及到個問題就係用蓮花還肉身呢個咧重生嘅意思。咁根據楊斌教授嘅考證咧，喂蓮花咧大家都知道咧係佛教嘅一個重要嘅一個嘅聖物嚟噶嘛。而佛教嘅聖物咧其實係嚟自婆羅門教噶嘛因為咧佛祖咧就坐蓮啊，然後就成佛嘅喺菩提樹下坐住蓮花，咁亦都有咧蓮花生童子成佛喎，童子佛喎。而家你見到呢一幅圖咧。左下角咧，呢個就係蓮花生佛嘅一個形象嚟嘅，就所謂童子佛。但係呢個蓮花嘅故事咧，其實係借用咗婆羅門教啊嘛。婆羅門教講呢個世界點嚟嘅，就係咧由毗濕奴個肚臍上面生咗棵蓮花，蓮花咧就開咗燦爛啦，就變成咗焚天，焚天啊創造咗世界喎。焚天係呢個嘅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但係喺呢個嘅婆羅門教咧，佢係唯一嘅主神而毗濕奴同埋濕婆咧就係副神嚟嘅呢個世界咧都係喺焚天嘅夢境裏邊嘅，即係我哋係活在焚天嘅夢境裏邊咁而焚天咧係從蓮花生出嚟嘅咁所以個故事就係咁嚟。咁呢度就知道啦，喂，其實個故事咧就借用咗佛教同埋婆羅門教嘅故事啦，蓮花重生有蓮花重生嘅故事嘅意義咧，佛教有，而佛教嘅來源就嚟自婆羅門教呢個大家應該清楚啦。但係根據楊斌教授嘅考證咧，可以再早啲喎。其實埃及咧，古埃及個文明係再早啲噶嘛。大家知道而家人類嘅文明最早嘅就係蘇美爾文明啦，後來就形成咗巴比倫文明啦巴比倫文明同時期嘅就係埃及嘅文明。埃及嘅文明咧都有蓮花嘅一個形象啦。而家咧我哋喺大英博物館就見到圖坦卡蒙嘅一啲嘅展品啦圖坦卡蒙咧喺上個世紀咧就出土咗佢嘅墓碑佢嘅一個埋葬嘅地方，就見到咧佢個頭咧下邊係有蓮花圍住嘅，所以蓮花生一個嘅人咧重生咧，其實喺古埃及已經有噶啦咁我哋嗰個時間線就咁樣嘅，佛教就係公元前600幾年左右啦，距今大概2600年左右啦，500-600年啦，2500年、2600年左右，佛教就有蓮花重生，而婆羅門教咧就再早幾百年，即係距今大概3000餘年左右啦。婆羅門教亦有蓮花重生嘅故事，但係而古埃及咧就距今4-5千年咯，所以再早1-2千年喺婆羅門教前咧就已經有蓮花重生嘅一個象徵喺裏邊喎，所以哪吒嘅形象完完全全係一個印度嘅神嚟嘅呢個古印度嘅神嚟嘅哪吒。而古印度嘅神咧，似乎係受到圖坦卡蒙時代或者再早期嘅影響。咁根據學者嘅考證咧，仲有呢個古埃及係崇拜太陽神 Ra 噶嘛。太陽神嘅 Ra 呢個我之前講過啦，喺埃及嘅考古出土就係呢個有一個叫摩西嘅太陽神 Ra 嘅一個寺廟裏邊嘅祭司就帶領咗一啲嘅人啦，天花病人啦唔係天花，即係麻疹病人啦，係出走咗埃及啊嘛，出埃及記嘅原型啊嘛就係太陽神 Ra 嗰個寺廟裏邊嘅一個祭司叫摩西。而家就我以前拍片考證過一啲。當然就唔能夠證明到呢一個摩西就係聖經裏邊嘅摩西，因為摩西個名都係普遍嘅喺埃及時期咧都係普遍嘅。咁但係咧呢個太陽神 Ra 都係坐蓮花嘅咁即係咧其實最早期咧就係有蓮花代表重生。咁呢個解釋係點解咧？就係因為喺尼羅河上面都有好多蓮花嘅漂流，咁所以啲人見到蓮花就有好啲想像即係而蓮花咧生出嚟嘅樣咧，又似喺水上嘅太陽喎，所以而家有啲學者咧就認為咧，水上嘅太陽就係蓮花嘅象徵。咁你見到呢一幅圖咧，呢幅圖好有趣喎。呢一幅圖咧就好早期噶啦就喺
呢個嘅伊拉克，就喺埃及文明再早之前咧，頭先講過啦，就巴比倫文明兩河立文明。呢個咧就喺伊拉克印記上面咧有蓮上嘅兒童喎，蓮花上面有兒童。嗱，呢個太陽神 Ra 就喺尼羅河，而喺兩河流域喺近東地區就有呢一個嘅呢個嘅伊拉克嘅印記啊，就有呢個蓮上嘅兒童。當然呢個蓮上兒童咧嗰個時期咧就係唔係最早泥板時代嘅大概喺公元前7世紀左右啦，喺佛陀前一啲，就係反正從呢個圖咧就睇到啦，無論埃及還是係近東兩河地區以及印度咧，蓮花重生咧個文化意義都喺度嘅咁所以咧傳咗入去中土啦，喺呢個嘅漢代嘅時期喺公元前後傳咗入去呢個嘅中國，然後中國咧就大量借用咗蓮花重生嘅故事，觀音坐蓮啦哪吒咧亦都係蓮花度咧重新生長。就係互相影響，所以宗教都係咧，全世界都係咁啦，係互相影響嘅因為文化咧喺上古時期咧已經係隨住人類嘅遷移咧不斷咁流傳，由薩滿教變成咗有唔同嘅宗教嘅出現因應住地域嘅差異啦，呢啲宗教咧亦都有開始分裂，變成咗唔同嘅特色咁所以呢啲人類學嘅學者考古學學者、歷史學學者咧就樂此不疲地研究。當然宗教學嘅學者、神學嘅學者，佢哋嘅角度自有不同啦好多都係護教嗰啲咁嘅情況又唔同啦咁我就唔係同大家講護教學，咁我每次講宗教嗰啲護教學嘅人啦就衝入嚟喺度異議噶啦咁都無可奈何嘅。即係我講嘅嘢咧，就係根據我呢啲論文咧，去同大家讀嘅。咁希望大家有興趣可以讀一讀，我覺得幾好睇呢篇論文楊斌教授係，我要多謝我朋友史提反兄，佢就 share 咗呢篇文俾我。我讀完之後就覺得學到一啲嘢，同大家分享，好嘛？今日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獨家嘅資料。亦都有咧呢個嘅聲音檔，同埋咧獨家嘅課堂。今個禮拜咧就有中國近代史課堂重新上載，15蚊美元一個月嘅會員咧就可以無限睇翻以往嘅內容嘅，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 多謝大家，拜拜。